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立法委员王世坚，谢律师好，大家晚安。资深媒体人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右手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叶元之，大家好；桃园市原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好，那今天全国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都注意到了一则新闻，一大早，那今天北检再一次提讯了柯文哲主席，但所有人看到的是柯文哲主席一个全新的造型，他的一个光头 ，OK。那最近一切的纷纷扰扰，但今天所有的焦点都在这里。为什么柯文哲主席会在这时候？因为依照我们现在的规定，他只是被羁押禁见 ，OK？ 羁押禁见是没有规定一定要理头发的 ，OK？ 没有说你要理光头。但是如果你有要求，当然狱方会答应你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呢，是他要求，然后呢，狱方给他们电推，柯文哲主席用了这样的一个光头的一个造型。为什么呢？跟最近的一些事情有没有什么样一些影响？还是单纯觉得天气热，还是有什么样一些情形？可是这确实引起了各方的一些瞩目，尤其在严押，然后不抗告。那最近出现了全美凤事，所有这一些事的时候，创下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你的光头造型？剔除3000樊老师，对不对？法号立天，面对他，接受他。我突然之间今天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有一种禅味的感觉出来了。那当然是因为今天呢，大家都会讨论说，柯文哲的新闻真的是话题永远不停。他今天这次呢，很顺从的、很配合的接受提讯了。但所以媒体一看，怎么剔除3000樊老师了？对，然后这个呢是3分头啦，应该不叫做光头。但是后面的新闻又出来了，而原来他就是放弃抗告之后，想到请求要请那个看守所方面，对不对？对，还要剃头，然后所以借了电剃，然后室友帮他剃了。然后可这个时候呢，当然会有很多人有说法啊，各种说法啊，可能是要创造话题啊，或是什么样，对不对？可是呢，因为很多人就找到他45岁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也许跟他的心境有关，因为他那时候讲说回家的路太远了，他的突然在45岁的时候，人生呢觉得有点灰暗，想要去出家。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一辈子，他那个时候突然觉得他没有做过自己，要当医生。他其实有没有一定要当医生？他自己小时候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强烈的意愿，是爸爸希望的。然后太太啊、小孩啊，后面一辈子10几年的时间，然后就是当医生，那当然是很大的成就，是台大最早30几岁就当那个主任的这个是我很大的成就，但是他自己觉得很空虚。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当然后来没有，然后又这样子过了10几年，50几岁的时候，他开始有了人生性的不一样。就是参选台北市长，这个10年的柯文哲传奇就出来了。到了60几岁的时候，然后现在大家才发现，当自己当的有点可怕。为什么可怕呢？因为你一个政治人物，你不管怎么样，你内心里面你对于权力的欲望，你是要有节制的。你对于金钱的状况，你是要有控制的，或者是又在昨天传出来的疑似他有心猿意马的情况。也是要节制的，怎么在你后面好像是当所有人众星拱月拱你在中间的时候，你怎么活的走到今天这样的黑暗？所以其实今天这件事情，柯文哲里面当自己是真的，你是决定这10年来是当自己吗？但是当了以后怎么会当成这个样子？然后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从这个局面来看的话，可能他自己也都知道可不会有陈水扁的一个后尘，就是2次羁押之后。接下来起诉，再羁押，再延押，是啊，再接押，是啊，是不是有这个状况？所以呢，本来看守所是不需要替的嘛，可是为了那个清洁管理，如果后面在法院的话，对，那可能就要这个状况，是不是提前面对他，接受他？那我们也不知道他实际心境啦，可是给人家有一种无限唏嘘的感觉。OK， 确实感受到无限唏嘘。当然这件事情，大家看到柯文哲主席今天的造型以后，各方都有一些的回应。那先让你听听看，包括民众党总召黄国昌他们的回应。来，柯文哲主席处于一个被羁押禁见的状态，除了他的辩护人以外，没有办法跟外有任何的沟通联系。也没有办法把他的想法清楚地对外表达。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面对一个根本没有办法在社会上自我防御的人，我希望各位媒体朋友可以将心比心。
好，那柯文哲主席人家媒体上报道是他放弃抗告那天就跟北主说他希望能够要理头发，所以呢，那就给他个电推，那室友帮他推了一个，说剃了一个大光头的造型。各方之间，黄国昌还讲到他觉得非常心疼，非常的难过。那当然，像游淑慧议员讲说，这是巧合还是某种程度舆论操作在暗示一些什么样一些事情吗？那王世渊委员觉得是因为全美凤性骚扰案，是不是像陈佩琪要忏悔？那全美凤自己他说他是不是因为要对往事做一些歉意？那这些事情真的都有关联性吗？为什么你会觉得说他是对陈佩琪的忏悔？先说不，我是指他对整个社会，还有对他的家人，包括对陈佩琪女士的忏悔。我希望是往这样的，是正面的。因为我看他的那个表情，不过也刚好极度相反。我又看他这样子，一抹微笑之后，我又发现也可能是刚好180度相反。是不是他要制造话题啦？要不他就是万念俱灰，要忏悔。要不就是又要制造什么话题吗？因为我从黄国昌这样子接续之后，我发现黄国昌是得了便宜又卖乖，他是柯案最大的受益者。他现在也是柯文哲遗产。柯黄将要宣布驾崩的时候，未来很可能他就黄袍加身了。他最大受益者，他又出来继续要把柯文哲好像受政治迫害这样子的连续剧演下去。所以我说实话，柯文哲现在的心境是让人家猜不透。但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黄国昌，他竟然现在柯文哲是羁押禁见那这将近3个月期间，柯文哲除非托梦给黄国昌，否则黄国昌怎么讲那么一大堆？包括我们现在在看我们解剖柯文哲现在心里怎么想，怎么会剃光头，我们也都是从这个。他是不是露脸的时候的神情啊，或者什么但黄国昌似乎都蛮胸有成竹，而且最糟糕的是，我觉得是对这些柯粉，现在民众党的他们这些工作者，真的是情何以堪？你看，随着一样一样的证据，那摊在阳光底下，那越来越多不堪的事实，这已经都告诫整个民众党跟小草们说，这。已经不是科幻小说，这是政治写实剧。请问一下，当你看到全美凤出来开记者会讲那些的时候，他秀出，因为昨天那个新闻出来的时候，那我持一个保留是说，我要看到有相关，因为如果讲说柯文哲有传简讯给他，那把简讯要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平心而论，不管你说有没有，今天有很多人出来讲说柯文哲他就是反正他比较喜欢撩妹啦，他比较喜欢辣妹啊，他比较喜欢长得漂亮的女孩子。如果记者长得漂亮，可以多问几句。不管有没有这样一些传言，可是骚扰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当全美凤出来，周刊报全美凤出来开记者会，当他秀出柯文哲传那些讯息给他，包括连国安会副秘书长所有那些的时候。你看到这则，尤其看到那些LINE 的讯息的时候，你心里面什么感觉？我真的是吓一跳。我虽然我是柯黑1号，是可是我即便这样，我都还觉得说柯文哲有起码的啦，这起码的这个人品尊严，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说，尤其是对女性朋友们，那尤其是您刚刚讲到的，就第一句话这种撩妹，这个也就算了这个可能很多人都有犯过这种毛病，但是问题是第二句话，你看看他这个心态啦，他决定聘，说决定聘你当国安会副秘书长，专责国内的侦防事务，在明代就是锦衣卫的头目。天哪，柯文哲真的把他自己当成柯王吗？那把国家机器，国家的公职任意授给他搞不好他全然不了解的对象。那天哪，而且是授予这么重大国安会副秘书长的头衔呢，所以柯文哲真的是已经把整个天下视为他家天下。问题是他这种心态那至于说他们党为什么这个党机器有错误的地方，那个谢律师你记不记得昨天这个屈美凤事情发生之后，他们党的发言人还公开出来记者会
他记者会要帮柯文哲讲什么就算了，他后面放的2张图卡，他是把瞿美凤过去曾经被迫害、被欺负这种不堪回首的过去，把那个当那个封面拿出来当这个，然后来意思来指责说，你瞿美凤过去还如此不堪什么，你凭什么资格讲别人性骚扰？他们是这个意思天哪，任何人即便过去曾经有被争议的事情，曾经尤其他当时是被害者，结果竟然被他这么不堪的拿出过去的照片出来讲这些，我觉得这样子的党机器，这样子的党发言人，我觉得他基本上他人格有问题。我觉得他们为了柯文哲，为了搭救柯文哲，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所以我希望说，他们赶快醒悟，赶快从柯文哲的废墟当中开始重建，割舍柯文哲，才能走出一条浴火重生的路。割舍柯文哲，才能走出一条浴火重生的路，这对我们国家社会才是公平的嘛 ？OK， 因为明凤，来，你是今天来宾里面唯一的女性，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包括柯文哲、李光头，那各方各种不同的解读。如果说是天气热，因为最近几天天气还没有前一阵子热，跟他刚羁押的时候的比起来，最近还没有这么热。中秋节还吃火锅。对，所以他现在这样的一些状况。你解读会是什么情形？那如果真的讲，最近有很多人讲说，对你说有记者朋友跳出来讲都喜欢他爱亏妹爱什么，可是那跟昨天瞿美凤讲的状况，还是某种程度是天差地别的对啊，没有，我觉得他李光头就是一种沮丧啦。你觉得他沮丧？因为他之前李光头是要去出家，对，那出家是陈佩琪又跟他讲说，你要出家快一点，我才能改嫁。然后你趁我年轻的时候嫁，对，我趁我年轻的出家，我才能改嫁。那表示说那一段我好像有连接过，他是好像大家有隐晦提到说，他那时候也有一个不晓得是心理的外遇嘛。那时候不是有一张情书写了哇，那个满那个就是痴情汉这样子啊，痴情汉就有现在变痴汉的感觉，这不晓得这怎么办。那所以说那个李光头，在我看来，他就是心情不好了。他被严押当天就这样决定，我觉得他整个就沮丧了嘛。所以说他就，因为如果说他是瞿美凤的新闻出来之后，才有一点什么忏悔啊、什么道歉的意思，我们还可以这样解读。他不是，他是放弃抗告那一天，所以他是觉得整个他就是被压定了，搞不好也出不去了嘛。所以我觉得那是反映他的一种心态，因为比照他前一次的剃光头跟出家，就是这个。诸法皆空嘛，对不对？诸法皆空，所以说阿弥陀佛这样子嘛，所以就是这种感觉啊。那你今天这个瞿美凤的事情，我是觉得这样，因为如果说单个瞿美凤出来讲，也许没有那么多的说服，因为据我了解，瞿美凤找这个周刊要爆料已经很久了，先开始他连名字都不想露，那但是呢，然后后来就愿意露名字了，可是露名字的时候也没有提到所谓的宣长友这个人，到了是他自己这就是自己出来接受访问的时候，宣长友才现身。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有步骤。如果今天没有宣长友在旁边的时候，我们这个也是看两面，也会变两极。他是强化他的说法的意思。对，就说也是会变两极，就说啊，你这样说啊，这个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可是今天他请了一个人证，而且这个是颇有分量的人证在旁边，所以大家就觉得说，这个他说的话是真的啊，是可能是这样子。那后面还有很多的细节，包括你第一天怎么样，第二天怎样。那第一天的时间，他传个22点45分，传给他什么逆天什么鬼的，然后早上隔一个晚上以后早上10点多又传给说，我请你当国安会副秘书长。那显然从
前天的10点到隔天的10点，他都在想曲美凤嘛。我觉得这曲美凤都没有回，对啊，你都不回啊？对啊，不是，我觉得你不要把这个女生啊，人家女生有美貌，曲美凤其实她是早年的时候真的很倒霉碰到这件事情，但是你要知道，她个人凭她这样的实力，在政坛这样混的风生水起，有议员，然后文化局长，她不是呆子啊。你写那个什么明代的东厂。曲美凤觉得说你这边要 K 笑哦，明代的东厂你到底是要弄什么？对，如果说我请你做国安会副秘书长，曲美凤就已经有点觉得说，因为他那时候还是台北市长而已。对啊。没有，他可能是觉得说22年，然后他已经要选总统了，是啊，一定要分配官了。2022年的时候10月嘛，对啊。对啊，那如果说你真的写我会国安会副秘书长，那我觉得也许有谈的空间，不要那么大嘛，我可能不用那么大。结果你后面跟我讲明代的东厂女头目，那我就觉得你在开玩笑嘛，你在戏弄我嘛。那我觉得更糟糕的是今天徐府。我觉得老一辈的人哦，有一个性平没有那么到位就算了，新生代还有这种没有性平观念的人，这真的是危机上加危机啊！我说实在的，那你现在还要去鼓吹这个徐福，你才是要跟曲美凤道歉的人。OK， 因为这整件事情，对，那他的过程当中，任俊，第一个，你怎么解读柯文哲、李光头他的内心可能会是怎么样？第二个。过程的时候 ，even 到现在，我们在节目里面你会发现，所有的来宾，包括资深媒体人或者什么，讲到曲美凤，只会用以往受伤害的那个状况，你不会去讲他发生了什么事这些，因为大家都知道那段经历，那对一个女孩子来讲的话，真的是人生一定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或怎么样，你不会去想要强化那一块，是。那为什么就解释这个，就告诉大家柯文哲这些，然后是不是让柯文哲有一个正当的一个，等他有机会讲的时候，让他有一个正当的一个申诉的机会，那大家不要先入为主，或是说那有申诉的管道也希望他能够照着申诉，直接讲就算了，为什么要去加到那一块？而且媒体上报道，曲美凤本来没有打算要讲这个，是因为昨天来宾的庄小平嘛，庄小平昨天在节目也讲说，因为他跟曲美凤他们都算第一代新党开始，然后出身的政治人物这些，大家当然是有一些的交情。媒体上报道，曲美凤是因为那个什么想演那件事情，所以他才要把这件事情爆出来。应该是说，曲美凤确实2个多月前就已经有把相关的讯息给了媒体。但是在那个当下，事实上我知道他有些挣扎啦，就是说，后来媒体其实也没有报道。那是不是说因为看到钟小平，然后替钟小平打抱不平这一点？因为我没有跟曲美凤求证，我也不敢说代替他来讲什么哦。但是你刚刚提到剃光头的这件事情啊，其实我讲台湾人真济人对剃光头这件代志有不同的解读啊。政治人物有很多剃光头，对，大家看过。有那种为了表达忏悔或什么，为了要选连任，然后可能他对他的原来老婆有什么要忏悔的，不小心娶2个老婆的，对，然后有剃光头的，大家看过很多像这一类的，还有一个为了选举剃光头叫李正浩嘛，也有这种啊，但比较多就是说，因为柯文哲这个理头发的时间刚好是在曲美凤出来指控他的这个时间点啊。所以我就讲，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那他是不是觉得就是觉得洗心革面啊，觉得要忏悔或者什么？我老实讲，我也不是柯文哲，但是柯文哲可不可以为这件事情发声？他可以，因为他有律师。对，这件事情跟金华城案无关。那这个如果柯文哲觉得他的名誉受损或是什么，事实上他可以透过，因为律师现在可以跟他律见。那柯文哲如果觉得这件事情对他的影响，而且我其实老实讲，不是他觉得，我们所有人谁会觉得这件事情对柯文哲影响不大？就当一个曲美凤今天出来，然后在媒体前面告诉你讲说当天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还有动作，还有这个所谓的大家质疑的这个说简讯的部分，那这些都是曲美凤口中说来自柯文哲的作为。柯文哲，你现在不是说你在里面没得发声啊？我不是很认同黄国昌那个说法。有时候黄国昌对法律上面的看法，当然他也学有专精啊，但我不知道，就是说。这件事情跟柯文哲他不需要不讲话，他可以透过很多种的方式，因为他跟侦查中的金华城是案是无关的嘛，也没有侦查不公开的问题，对，没有嘛，也没有泄密的问题嘛。那结果突然一大堆人就讲说不公平，对柯，我不知道不公平的点在哪里了。老实讲，我说，就当徐府今天出现那个说法的时候，确实是让我我也觉得很惊讶。
我接下来自于就是说，我们过去看到很多哦，就是说这个因为性骚扰或是什么的，他可能在当下没有提出任何的说法。去年的时候，今年选举，去年应该讲就是去年嘛去年台湾有多少人，他隐忍了多久？包含国民党内也有人啊。就是我隐忍了多久，我到最后决定把这个说出来。你就在那当下，有人会讲说，你这短习惯念我来讲，你这个时间你不讲，你现在跳出来，你有何居心跟有何用意？在那个当下，没有人会做这种连结嘛。包含在职场里面也是一样嘛。我们也看过以前有些恶雇主啊，他去性骚扰他的下属啊，结果他下属为了工作，他就继续留在那个工作岗位，等他哪一天提出来的时候。我相信大律师一定也看过，有人讲，你如果不高兴，你觉得不舒服，你可以离开，你也没有，你在那边忍了这么久，所以你现在是不是挟怨报复？我们看到有很多这种，我们现在举的都是对我们来讲，这遇到这个案例里面很负面的状态。结果民众党，我不知道徐府当天到底基于什么样一个想法，他居然去连结说，1月的时候他们一直打电话给我啊，还一直叫我安排总部参观啊，还有专人接待，我也没有感觉你对柯文哲，请问你跟我刚刚讲的那一些有什么不同？就说他不是在帮柯文哲辩解啦那。刚刚稍微又再科普了一下，因为大家都在讲说这个，因为发生时间是在2022年的10月5号嘛。徐美凤讲那个，按照我们的卫生福利部呢，保护服务师呢，他的网站的登录大家讲说过这个追溯的时间对不起他特别有写了他就说呢，按照这个一般性骚扰是在2年内要提出，没错，这个是针对我们的这个性骚扰防治法但是如果是权势的性骚扰。有权势的是在知悉事件后发生后的3年内。柯文哲在当时的身份是什么？台北市长。台北市市长吧。我不知道符不符合这一条这个法律见解我不敢在大律师面前那个但我就讲就说这个简讯其实对我来讲我会非常好奇啦。就我自己跑过，我自己接触过柯文哲嘛徐美凤我也接触过，昨天还跟他同台，到刚刚我还在问他一些细节，因为大家在问他统促党，我刚才在问他了就说。什么时候状态之下会没头没脑的，在那个时候当一个市长的人去丢出一个只有当总统可以有权利给的国安会副位置？其实我问过徐美凤这件事我说你们那一天到底开什么会？我真的很好奇，因为你说专案会议，就我的认知来讲一个市长就算我跟媒体要开会，也通常是媒体带队去到市府拜会市长，当然。我没看过是市长带队跑去媒体坐在人家会议室里面。徐美凤还说，我会尊重他是柯主席，我还把那个主持会议的最中间那个位置给他坐。我难以想象我没看过是市长带队跑去媒体坐在人家会议室里面。徐美凤还说，我会尊重他是柯主席，我还把那个主持会议的最中间那个位置给他坐。我难以想象就是说怎么会市长跑去媒体去跟媒体开专案会议？我不知道他行程有没有登录我甚至好奇他带去的是市府的幕僚吗？还是带去的是谁？所以有一个是橘子。因为徐美凤没有要证实这件事情，我也问了他，我说当下是怎样，他说这是我们商业之间他没有要证实。我其实老这样，我一直很好奇柯文哲为什么会没头没脑的突然跑出一个国安会，因为柯文哲宣布参选是2023年的5月，谈蓝白合是2023年的7月。在那个当下，大家一直说什么徐美凤为了要推出蓝白合或什么的，你不觉得时间是错字的吗？那柯文哲你在当下去开这个会，你是要台北市政府做媒体购买吗？还是你是民众党要去做媒体购买呢？可是就算你说台北市政府想要做媒体购买，台北市政府应该有相关局处，可以处理这些事吧？是啊，应该是处理到一阵子，大不了要不要牵成上去？然后要自己市长跑到人家那个地方去开会，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事情就是市长跑去媒体那边，然后说我们来开个专案会议，这完全匪夷所思。即使你台北市政府如果今天真的是因为市政的东西要做，你也有招标程序吧？是吗？也不是你市长自己就要跟几个人开会就决定了，所以我完全匪夷所思。因为徐美凤不愿意在这件事情上面讲那所以我也要尊重，因为主轴其实来自于是那个他一直强调说他想要谈的是他被性骚扰的那个过程嘛
那我只能就说，柯文哲是不是活得像是自己一个人？我觉得就活在自己里面，我不知道啊。因为看起来，因为你看柯妈妈这一段时间一直在讲啊，问题啊，科技拢第一名啊，对吧？啊，经济拢就好啊，做已经就这样，那些都是柯妈妈看到的事实，我从来不会否认，我也不会去批评长辈说什么哦。可是包含陈佩琪，你有没有看到完整的柯文哲？我老实讲，我讲过啊，我说我也很怀疑啊。包含到柯文哲现在看起来到处去开会，到处去跟人家见面。我相信在那个场合，最少在当天你们开的专案会议的当下。第一个，陈佩琪应该不在，他一定不在啊，对不对？对。第二个，徐府你一定不在，第三个，陈志涵你应该也不在，第四个，黄珊珊你可能也不在。我大概有问了一下啦，也不是说完全不知道这是谁，不是，那你们都不在，你们怎么会知道当天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我不敢讲，因为现在有一个人特别叫薛长勇，他跳出来，对，那因为。薛长勇应该是那个在那个媒体里面，他应该是有负责啦，有负责出资，所以那天开会他应该在，他是有在现场。所以曲美凤其实讲了2个时间点，对，他讲说第一个是在当天开会的当下，而且那个时间是什么？你知道，就是开完会了，大家中间有个休息的时间。那柯文哲应该坐在这个位置，然后曲美凤坐在那个位置，然后柯文哲就突然抓他的手。你看到媒体写的这一段对？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薛长勇的讲法不是这样？他说有2次，薛长勇说第2次把他的手臂整个拿起来，其实曲美凤没有这样讲哦，曲美凤只讲了那一段，说他拿着他的手然后画，他没有说他握他的手2次，但薛长勇讲了这一个，所以我就讲就是说，民众党其实现在急着就是说你看柯文哲甚至像这个陈志涵陈志涵说柯文哲怎么会不尊重女性？柯文哲一当市长之后就下令，只要会议室或任何的地方只要有1男1女在的时候，门就要打开，所以这绝对尊重女性。是。这个事件发生的地点是在曲美凤的媒体里面，不是在你的市政府，所以他说他不能够理解那个时候柯文哲没有选中。我也老讲，我也不理解啊。你们现在可以请律师，因为律师可以跟柯文哲律见嘛。有这件事情跟金华城案无关，这个东西对柯文哲的人格杀伤力真的非常大。如果曲美凤胡说八道，曲美凤要负法律责任。但是如果他没有，我不相信你们大家也不会去找一下律师。你可以律见，跟阿北讲一下，今天这个事情跟案件无关，但外面有人说阿北你就是于好女色就是不断的会做出逾矩的行为。阿北你有没有印象？不难吧？这比找橘子还容易吧？为什么大家反而宁可关在那个荧幕前面，然后去起底曲美凤过去的状态？然后我不知道你要影射什么，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愚蠢的一个做法。元之，这件事情对柯来讲，我们讲法律，现在讲金华，不管你叫金华城、政治鉴定，所有呢法律案，就算起诉了，我相信民众党一定都有话可以说。那因为要等到定验，但是这件事情对柯的，尤其在我们讲人设嘛，那中间过程发生有没有政治现金，然后没有申报的，然后包括跟财团之间碰面的，可是到这件事情对柯来讲最大的伤，我一直强调。是在人设部分，对不对？对，没错。我们之前讨论那个柯文哲各种案子我们看到媒体的民调都是这样子，就是民众党的绝大多数都是支持柯文哲，觉得他是清白的；民进党都觉得柯文哲一定有问题；国民党一半一半有的觉得有问题，有的觉得没问题。但中间选民不跟你来这一套了，中间选民他会自己判断。那中间选民现在在等什么呢？在案子的部分就是等起诉书嘛，在等那个法院的判决嘛，他们就是那个时候再来看。对，但这个事情的话，主要就是。柯文哲他的形象跟以前大家的认知产生很大的差异，我觉得中选民会直接有感觉。就像我第一时间听到，柯文哲会这样他会把一个女生的手拉起来，然后还这样就对啊，你很难想象。而且在开会的时候啊，像现在坚哥很喜欢创价哥，也不可能在我们大家面前就直接拿他手这样子啊，而且。他不是说这样碰一下或者假装撞一下，他是拿手起来这样你为什么要一直3番2次的抓将军？因为将军刚好在旁边，所以看我保持不在场证明。因为这个动作对有很轻佻啊，传简讯给对，这动作非常轻佻，而且这种动作是有点我感觉在调情的感觉。那怎么会在众目睽睽下做这样的事？那以前大家当然都知道柯文哲嘴巴很会讲嘛，就是有时候会撩人家一下什么什么，这个媒体都知道的事情，可是。大家会觉得说他就是嘴巴比较喜欢讲有的没的，有时候可能也许啦，有些人会不以为意，像戴相仪就不以为意。可是动手这个事情，大家一般来说就会觉得会比较严重。那所以
尤其是像去年 Me Too 事件的时候，其实整个社会是震动啊，就只要稍微有一点 Me Too， 马上就那个就很惨了。那柯文哲这个事情，如果因为现在瞿美凤是指证莉莉啦，柯文哲比较吃亏，是因为他没办法为自己辩驳啦。但是按照瞿美凤的说法，我觉得大家会有画面。因为瞿美凤刚讲，第一个瞿美凤她说，第二个她亮的那个简讯。他亮的那个烂影头，确实，因为柯文哲不是只单纯说，那我就指派你当国安会副秘书长，他上面那一段，一般人传给别人大概也不会传上面那段嘛，人不要太聪明，不要太漂亮，不要太什么，还逆天了什么什么，然后再加上他找一个宣传友出来，意思就是。那我这个人，而且宣传友毕竟在道上，大家知道，对，那薛明志科技大佬的儿子，然后他也在这方面有一些他的一些经验，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拿这几个来证明，他也知道他出来讲一定会有很多人在质疑，所以他要等于是要证明他自己讲的是真的意思嘛？对，因为他第一个简讯是说，人不可以太漂亮，然后他立刻接说，我第一次看到逆天什么意思？那女生当然看到就说，哦，你现在是觉得我太漂亮嘛，就是逆天了嘛？有机会再找我谈，那要谈什么？就感觉我觉得当然就有点怪怪的。那为什么要叫国安会副秘书长，然后特别要强调说那是锦衣卫的头目？为什么要特别要形容这个事情？因为锦衣卫头目就是最贴身的啦。你以后就是要嘎叽嘞啦哈，你就要帮着我去看所有的人啊，实时跟我回报啦。以后我们就是最亲密的伙伴啊。所以告诉他说，锦衣卫头目其实是这个意思。虽然看起来官不大，但是你以后就是我最亲密的人。那当然我觉得要传达这个意思，瞿美凤也应该也表示说他很喜欢，就是柯很喜欢瞿美凤嘛。那你说这样子证明之后，中间选民，我觉得当然多多少少会就觉得啊，柯你怎么会动手？然后以前人家都觉得说，就像那个刚刚仁俊哥讲的，民众党一直形塑出来，柯文哲是。男女是很有界限的，什么门要打开，以前确实是这样啊。还有民众党的党工被长官性骚扰，柯文哲全力支持啊，你一定要对你的长官提出告诉啊，那有性骚扰我们绝严办啊，以前是这样形象嘛。可是你自己这样啊，那当然大家觉得哦，你是不是表里不一嘛？那包括那个案子先不谈了，但是你最起码就是有拿人家的政治现金，财团一大堆嘛，没有申报一大堆嘛。那之前你不是讲说？跟财团关系不能太好嘛？财团关系就是拿着刀叉吃人肉，只是比较文雅，但还是在吃人肉。可是其实你跟财团关系也很好，然后你也拿了那么多，所以其实最大的伤害是他的人设，跟他营造出来跟实际上人家发现的是有很大落差。我觉得最主要伤害在这里。而将军，如果像刚那样讲，对柯文哲来讲的话，人设不管在钱的部分，在男女的部分出现像这样一些问题，这一定伤。而这个伤，但是你可以看得到。会不会还是有人会讲说，这个没有瞿美凤肯定是不管是民进党或哪些人，就是为了要把柯文哲就毁柯计划，就把他给毁到底，那就不让他再有复出的机会，然后用这样的一些方式想办法把这件事情带过，通吗？其实瞿美凤出道的非常早，我们在当大概上尉连长的时候，他就是3台的主播，而且是很年轻很有名的主播，那他会是绿的吗？我的认知，瞿美凤绝不是绿的。他现在是统促党发言人。这样子哈。他离开了，对，离开前一阵子5月就离开了。我的印象里，瞿美凤是深蓝，甚至是对于这个两岸统一，他是比较有看法。他绝对不会是所谓独派或是绿的，绝不可能。如果是的话，他在2024的大选怎么会跳出来做蓝白合？他就是因为焦虑。怕国民党赢不了，所以才会出来斡旋做这个蓝白合。那么大家想想看，瞿美凤这么一个资深的媒体人，一个知名的人物他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当柯文哲抓起他的手，从这个手窝摸到手腕的时候，瞿美凤心里是怎么想？老娘你也敢碰？瞿美凤心里是怎么想？老娘你也敢碰？真的啊，敢碰瞿美凤的人不多啊。他是经历过大风大浪，他是走过来的人。你柯文哲去碰他，只有2个可能。第一个，向往已久。柯文哲的年代，他会不认识瞿美凤吗？会认得，绝对认得。有名的3台主播。那么以前是永远
不可能会跟他面对面坐在一起的，那是电视上才看得到。突然间坐在我旁边了，柯文哲是忍不住吗？才会众目睽睽吗？这让我们想得很惊悚哎。我们曾经认为是2014年是台湾救世主等级的政治人物，居然会因为看到了一个往日在电视上才看到女主播情不自禁去摸人家的手做这种动作，这种动作不是把脉哎，就算把脉，柯文哲也不是中医啊，他不会把脉啊，把脉也是抓的脉搏来感受，而不是滑动哎。滑动那就是骚扰嘛。将军刚刚讲那段，因为到目前为止，曲美凤讲了，然后宣传有证明一段这些，任俊刚说了，柯文哲主席确实可以透过绿箭，然后去表达。就如果有那个简讯，那是一回事，有没有现场有这个动作，是他是可以透过律师会表达一些他的意见，当然可以，当然可以。然后就算没有，如果照人家画出来的那个位置图，当天柯文哲主席他们是柯文哲，然后橘子。还有一个是他们市府的人去的员工，但是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就那个人也可以出来。如果他想要讲的话，他也出来证明到底有没有这回事。但现在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是，可是不管怎么说，就曲美凤这些，他已经讲了这些，他请了证人，然后去做了这些某种程度，为什么要讨论这？是因为没有办法想象在当时那个场合之下，怎么可能会有做这样的行为？是。那很多人说，那许美凤当时怎么不反应？当时许美凤会跳出来做这种斡旋，是为了蓝白合。他这么一抓狂，蓝白合不就完了？所以我觉得他是为了大局而忍耐。那现在他跳出来，你说他是绿的，有人跳出来说他是绿的，绿营的侧翼，这点完全没有办法联想。许美凤跟绿的实在是无法抓上联想。另外就是说，你不要老是以为柯文哲见了人就会给官做的人。那黄国昌的法务部长嘞，是不是柯文哲讲？谢谢主席，谢谢主席，这也是柯文哲给的官呢。他可以给黄国昌当法务部部长封官，他不能给曲美凤做国安会副秘书长的梦吗？张一善昨天在节目里面讲说，柯文哲说要封他当文化部次长，对，文化部次长。那其实 Grace 也讲过，柯文哲也曾经说过说，有那么一天有我会给你什么。所以柯文哲这种封官的习惯应该是很习惯。那其实大家不要觉得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啊，我都有经验，但不是柯文哲给我。我在当小排长的时候，中尉排长，我们操兵操得很凶啊，仰卧起坐50下，一个基数就是30下这个交互蹲跳。那个有个小兵应该是在社会上混过的，见过世面，跳完以后跑来跟我讲，白，我跟你讲哦，我要干什么？赶快入列做仰卧起坐。白没有，我一定会做，但是我要告诉你。你真的很精实，你以后会当陆军总司令。小兵啊，那我们听了会怎么样？你会真的认为说，我应该是陆军总司令？不是嘛？入列，但是呢，心中会有什么感觉？看来我好像不错，蛮爽的，蛮爽的，不是交互吞笑，交互吞笑，那的小兵就入列了嘛。那以后你就会认识这个兵嘛。你就认识这个兵，对他好一点嘛？对他好不好不见得。他如果做得很好，对他好；做得不好，就是加倍照顾。那么柯文哲这种方就是我用这种方式让你对我留下好印象。我当不到总统是另外一回事，或许当不到，可是我心里有你。他要表达这件事，所以会跟黄国昌讲，会跟张义善讲，会跟曲美凤讲，一点都不意外。那如果真的会当到总统，或真的会当到总司令的人，他会随便告诉你，明天我当总统，你就是行政院长，你就是法务部长。真的会选上总统的人，绝不开这种空头支票。为什么？这是很谨慎的事。如果你在选前、当选之前到处开这种支票，你当选的是灾难呢。一堆人来要债，一堆人要债。我不是当法务部长啊，你怎么一官多卖啊？那怎么办？所以通常都是不会当选的人会开这种支票。那另外我讲柯文哲这件事情，大家看柯文哲看手机的事情，看李多惠，我告诉大家，这一点都没有什么不好。对啊，这好的事情、美的影片不就是给大家看的吗？可是为什么柯文哲看李多惠被大家拿出来讨论呢？我告诉你，阿北，我所讲的阿北不是柯文哲这个阿北，是有一些年纪大的一些叔叔伯伯哈。他们看手机，不管在捷运上，不管在火车上，不管在公园任何地方，他们有一个特点，绝对不用耳机，一定开扩音开到最大声，然后呢随机起舞，笑得特别大声。为什么？他要表示他的喜悦，跟我没有落伍，
他很希望你去看。他说：“哇，你在看什么？你会看抖音哦？哎，阿北，你也会看李多慧哦？”他说：“告诉你，我还会跳3正舞。”这就是阿北。柯文哲其实在看这个，他是不是要展示说，其实我没有落伍？对，我不是你们年轻人看的，我也会看。我不是只看老一辈的邓丽君唱歌，我也会看李多慧跳3正舞。其实他所要表示的是这个。这件事情其实对阿北来讲，他也没有隐晦过，因为不是他也上过网络节目，那排10个人让他选什么美女排行榜，他告诉你前6名都是李多慧。对，表示他很进入状况，是吗？他没有在跟你说这个有什么好避讳。那时候大家也觉得说，好像将军刚刚讲的，表示年轻人你们大家喜欢的或你们在看的，我也会看 ，OK， 我没有落伍。可是没有想到说，当全美凤出现那样一些的指控的时候，大家就突然发现，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是不是要跟上时代看影片或什么这些而已，或是不是真的像袁志刚讲，大伤中间选民，不管是在人设了或各方面。可是今天，因为今天大家会发现柯文哲剃光头，是因为北检再一次的提讯，而这个提讯我再讲一次，北检现在剩下不到7个礼拜左右的时间。那你到底要起诉用什么罪名？你到最后起诉书能拿出来的是能够说服到各方吗？还是你拿出来会让大家觉得说，哈，这样子你也能够压这么久吗？民众党会不会直接出来一个大反扑？大家会看那一段。所以这个所有的在过程当中，那到底北检接下来还有哪一些的动作？但是你也看到任俊、陈佩琪的动作是，那有很多，就算连一些。譬如说，你看到有一些偏蓝的一些的名嘴或什么，大家也会讲说，那麻烦一下，如果要救夫，就不要再说话了，真的是不要再说话了。他说叫他闭嘴。你从以前到现在开的记者会，你开一次对柯文哲来讲绝对不会有往上加分的一次。你每开一次把事情弄得自私欲焚，然后搞成这个样子，他为什么就是要讲？其实我讲实话哦，包含到比如说民众党在讲说那个曲美凤因为讲了这些东西，柯文哲现在也没办法回应。同样的，陈佩琪所讲的那些东西，柯文哲也没得证实啊。而且更何况是陈佩琪的身份还是在这个案子里面，事实上是曾经有个叫做证人的身份嘛。所以大家大喇喇的在昭告天下说，从一开始说公布我们家那个账户来去啊，然后自己这边画起来码掉一些，然后跟人家讲说这是我们家的金流是怎样。那个时候不要说什么青蓝什么的，大家都叫他别讲了，不是吗？可是他还是选择做他自己嘛，还是选择做他自己。有人说什么因为他去 PO 了说什么我在北检的证词是这些哦，还有人说什么黄珊跑去按赞，我还特别回去找了一下那个陈佩琪的那个，或者黄珊有白目到跑去按赞，不太可能吧？我没看到啦，因为黄珊自己去作证出来以后，他发的脸书是说，因为他作证，那证据侦查不公开，所以他没有办法去表达任何东西。那当然希望北检尽快查清真相。这个是。一般来讲会是这个样，对，所以我很难想他会去按赞啊。就他如果真的跑去按了赞，那真的傻嘛。我就讲，那就是傻嘛。你自己说我不能讲，但别人说我告诉你我作证讲说，哇，赞，你好棒这样。谁会干这种？我不知道啊，就是最少我自己是没看到啦，搞不好搞不好是我这个眼睛花掉啊。但我确实觉得，就是说，对陈佩琪或者对于现在周边的人来讲，事实上他们讲这些东西有没有帮到柯文哲？其实我说实话，黄国昌或者是其他包含徐福或陈志涵这些人，事实上对柯文哲案不会有影响，不会有影响，因为你们没有身份，好，你们在这个案子里面也不是证人，也不是你们的身份哦，黄国昌除外，你们的身份只有到了你们那个竞选总部那笔账的时候，你们应该会有身份在，其他的在这个金华城案子里面不会有。可是陈佩琪的这个阶段，我宁可把它解读成我觉得陈佩琪认为他心目中的柯文哲就是全部的柯文哲，也就是我所知道的，就我们家就是这样。就他跑去找那个什么，他们财产申报细到说怎么因为他写了9年的时间嘛，特别从2015年开始吧，我印象中然后就整个9年，他们家什么600多万、700多万、900多万，那细到连几块钱都写出来，然后跟你讲说我们家就这样。我曾经讲过，有那天在那个正传媒那边我讲过一个啦，我说陈佩琪这个会让大家质疑，因为你一年如果有700万平均啊。那9年97 63，李凤特别跟我讲9乘7是63这样，6300万。网友跟你讲，你因为我说36，他是不是想告诉大家，我们家在这几年里面最少有6000多万的钱是进来的？是，
所以你就算找到我们家什么1000多万、2000多万或是什么的，你说我去提款机滴滴答答那边搞那个 ATM 存款，我们家最少有6000多万的本 ，OK， 在这个地方。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现在开始大家就回来说，不对啊，你小朋友都在国外，你也有其他的支出。更何况你老公在选举的时候，你们家因为很穷，还要把房子拿去贷款。为了这件事情，能不能拿选举补助款拿来还那个贷款？你们还夫妻来吵架？那你跟我讲，你们家的钱的收入会不会反而斗不起来？所以我跟你讲，就是说。那你跟我讲，你们家的钱的收入会不会反而斗不起来？所以我跟你讲，就是说，陈佩琪这个做法有点像在举证，你知道吗？就我就举证给大家看，哦，你看来我们家就是有这个的。但是五哥更清楚嘛，举证有的时候举证所在，败诉之所在。对，败诉就在这个地方，大家就开始看了。好，你今天要举是不是？那我们大家来检视你的证据。事实上，那个其实是老实说哦。要去检视他的证据是检察官的责任啊，因为只有检察官知道有什么证据啊。但是当陈佩琪大喇喇的给全世界看，说，我告诉你，我们家就是这样的时候，那你等于是叫大家一起来帮你找问题在哪里嘛。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这一路上检方为什么还在看起来的话非常紧锣密鼓的在往下侦办的一些所有东西？我先请问一下，第一个那个 USB。现在看起来是有 USB 里面，然后有写一些东西，只是到底能够证明到什么样的程度，看来还在查这一块吗？那最近几天，包括有传媒体的，包括有传工程营造公司的所有这些，你觉得他们是要证明什么？那个先生，我先澄清一下，其实媒体他们会去追这样的新闻，因为这个新闻不但有卖点，是社会整个关注，所以这3个月，这个柯文哲从被压这2个多月，将近3个月来。媒体这样子追，不管哪一家媒体哦，我说实在话，媒体最没有所谓的这个侦查不公开，他这一个回避责任。为什么？因为媒体就是要解社会大众的疑惑，他的目的就是要去追这些，不管他的新闻来源是哪边。所以我觉得这个民众党他们一直纠结在这一点，他们的前几天呢、柯文哲被严压之后，他马上发表声明啊。马上发表声明，民众党立刻说：“哦，这个是绿色威权复辟，说什么党检媒一体压人取供、政治追杀，党检媒，他把媒体讲进来。那说实在话，这一家媒体，他对不只是打蓝白，他连绿色的，最近不是几件那个绿色的案子，他一样啊，他照样报，照样追。所以这所谓的党检媒一体，说实在话，这实在是对我们民进党非常非常的不公平。民进党是执政党没错，可是民进党从来不会政治力去介入司法，这已经很清楚。要不然怎么那么多绿色的还是大咖的，现在被办哦，甚至要被羁押这一些，这些都是事实。那我觉得说，民众党的这一些支持者们，他们的这个党机器吼，他们现在这个做法想法是可以理解啦，这个叫做解离症候群呐。就在受到这种重大创伤之后突然间这种解离这种解离感那样子的症候群跑出来的。但是我是觉得说，检察官一定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那现在说实在话，即便这个 USB 解的出来的东西现在还没有被公布出来，那即便有局子在逃还没有回台湾，但我相信以现在的这些证据跟现在的氛围资料来讲，说实在话，社会已经对柯案做出审判了嘛，做出判决了。不管是对他的这个政治人设、人格的部分，这大家已经判决出来了，更何况是这么重大金额的严重图利，那这个金额，说实在话，我真想不懂，民众党他到底是在讲什么呢？
你要是说你说没有金流对价，如果只是图利，你把它压这么久，说实在话，邱医师您就知道，图利是5年以上，5年以上就已经是重罪，就可以压，更何况现在有对价，光是最基本的，透过朱雅虎还有几位白手套，直接由威金、沈庆金直接转交给柯文哲的这些金额。即便只有1500万，那这1500万，薛医师，你记不记得，去年呢，有一位金门的司令官，他退伍以后，他把他的在营里面的洗衣机8000块带回家里，判12年，判12年，有多少贪渎案，包括新竹市长那个40几万。检察官还好意帮他分出来说40几万，法官说这个40几万也不全他花，大概花11万，11万多判7年。请问柯文哲现在已经有这么清楚的沈庆金给的1500万，光这一笔就好，这一笔1500万，不管说别人拿4000多议员怎么4000多，市长只有1500。就1500就够了。Okay. 那你照这样子，是不是柯文哲就几乎无期徒刑要关到老了 ？OK。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当然柯文哲包括民众党的一些朋友，会告诉你说，第一个有证据吗？有金流吗？没有证据，是不是该放人？有证据你早点起诉嘛，大家公平的来打这样一场，胜或元之。像齐凯他讲说，柯文哲在侦办的过程，就还没有被压以前，有跟他讲说。他很大大的跟他讲，就金华城他就没拿钱啊，所以他不担心这些啊。他自己不是也有讲过，说他完全不担心他办的那些弊案。他说因为他没拿钱，你们蓝绿拿我莫可奈何，不是吗？对啊，因为民众党现在都是选择相信柯文哲嘛，那柯文哲可能私下有跟他们说，他们金华城没拿钱，那他现在营造就是说柯文哲是被冤枉的柯文哲是清白的他现在被压了2个月，又延压2个月，就是要搞他这就是一种政治迫害那这样子讲，就是营造一种蓄积能量嘛。到时候啦，如果说真的2个月后，柯文哲假设被起诉，然后最后，但是从证据里面真的看不到什么一刀毙命的证据的话，那确实我觉得民众党还是可以继续操作。因为至少我们现在看到的周刊流出来的那些消息，有一些大家自己判断应该都真的啦。比如说1500万那是真的，可是1500万到底是不是说，是为了那个容积率？所以才给的，还是说他只是收他的政治现金？其实到目前我们没有听到很完整的一刀毙命的证据啦。那现在接下来就看起诉书啦。那只要没有真的打死的那种证据，我觉得民众党都还可以一直讲就是说这个就是迫害，那政治现金另外一回事但是因为现在大家标准被拉很高嘛，你现在已经不是图利可以解决了，现在标准已经拉高到他一定要收回。那所以。今天那个柯文哲李光头也很多人有不同的解读比如说像他们那个台东市的党部那个主委江和书就说这是一种无奈的抗议啦然后再来就是也有人讲说这个他是一种要蓄积能量，最后酝酿反扑啦这是郭正亮讲的，就是说这个有剃头就是要有动作啦那为什么要动作？就是一种宣誓，告诉你说打不死我必使我强大。几个月后如果说还有一席尚存的话呢，最后一定会对你们民进党反扑啦大概。但是我觉得一个光头大家解读啦，也不知道是到底怎样。但我觉得民众党不要随便解读好不好？因为你随便解读，很可能会被法院认为说是隔空串证，然后又会被写到裁定什么未来的理由，所以少解读一点。你要解读也要强调说这是你的臆测，不能说是好像感觉让你没有讨论过。但不过我觉得啦当然这个事情还是勿往勿重，还是最后还是要看司法侦办。可是。民众党到时候会不会真的把民进党视为眼中钉？因为我之前不是传出了一个消息，只有一个消息嘛，就是说什么柯文哲去看他爸的时候，什么有一个跟他爸讲说，一定要那个弄死民进党之类的吧，说此仇不报非人也，就是一定要跟民进党报仇。可是问题是我现在在立法院，我看到民众党现在好像也没有这样譬如说像等一下我们要讲那个黄珊珊，黄珊珊他对于那个宪法诉讼法，对啊。他就是反对国民党对啊，然后王定宇支持那个黄珊珊哇塞，被王定宇肯定然后在财划法的部分，财划法现在我们那天把他送出委员会嘛，黄珊珊后来也是发一个脸书骂我们嘛，然后后来民进党的人也拿着黄珊珊的理由来骂国民党，看起来就是
民众党里面也不是一条心，好像就要帮柯文哲报这个仇。那可是柯文哲现在没有位置，他们现在所有的政治能量都在立法院。如果他们的立法委员也没有说要帮柯文哲报仇的话，那柯文哲说此仇不报非人，我是不知道他到底要用什么方式去报啦。不过现在看起来，所以敏凤，这整件事情还会牵动到蓝白合的问题吗？因为讲说那个包括不是有议员据所知。然后蒋万安说那个不合理的不应该要给啦，或者什么什么类似这些。那可是刚刚包括元之刚刚讲的，如果柯文哲要累积能量，包括他的剃光头，包括所有这些动作是要积蓄整个他跟民众党的能量的话，那跟民众党未来看起来那就应该是要蓝白合啊。可是照刚刚元之讲，看起来也没有完全都是这样做啊。不是，我觉得蓝白合这东西虽然目前台面上都只是案件，但是蓝白合的东西其实私底下都在涌动嘛。因为你看朱立伦都已经提到什么蓝白合，什么新竹黄国昌或怎样，有人甚至也推测这次这个所谓的徐美凤这件事情后面的宣家也是在搅动蓝白合啊。其实。因为过程其实本来就有讲他们是支持蓝白合，对，但是问题是那为什么要徐美凤出来讲这个东西，他们会愿意出来作证？因为接下来蓝白合这些也是没有可是你宣长友讲的是说我不是蓝也不是白哦，那你蓝白合有很多种啊，现在很多人都说好，我们新北交换你们新竹嘛，因为我新北好像局势或人选好像差不多，然后呢，如果你又投进来的时候。你自己死，别人也死啊，蓝也死，所以说，那你不如说，我就在反照这种模式，我新竹让给你，那你新北不要推人嘛。现在大家谈最多的就是新北跟新竹市的蓝白合，那你宣家出来表态是什么意思？就其实宣家跟高虹安他们是非常好的嘛，都叫宣明志叫宣爸啊，对不对？那宣明志代表的是他们家都在新竹，包括这个宣长友也是在新竹有势力的人，他们一定也是支持高虹安的人选嘛。那新竹县，对啊，那反正我们就不要讲那么多，我们就讲新竹市就好了。那因为唯一有表态要新竹市的是黄国昌嘛。所以说，你会不会觉得宣家说，我是不是高虹安不要黄国昌？因为现在他们民众党很复杂，这个人讨厌那个人，那个人讨厌这个人，然后那个人又根本又不喜欢那个人，然后大家都互来尬来尬去的。那你说，如果你在新竹，你没有得到宣家的支持，你可以接棒这个高虹安吗？高虹安如果再怎样不能选，他也是要给邱成远吧？他为什么要找来一个黄国昌呢？黄国昌，我说实在，他也许咆哮的声音很大，但不见得每个人都喜欢他啊。那像黄珊珊搞不好也不喜欢黄国昌啊。然后蔡壁如更讨厌黄国昌，不是吗？那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就说看似表面上这个案子上面案子跑归跑，可是。跑出来的一些意外的案件，比如说徐美凤这个，然后剃光头这个，然后党的话莫名其妙爆出一些有的没有党内的事情的那些事情，我觉得都跟未来所谓的2026都是有关系的，而且都是蓝白合在私底下涌动的。那你看这个朱立伦也是啊。可是朱立伦是成了，所有的事情都没有成啊。他是一个很难成功的党主席，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所以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但是我觉得，表面尬的是某件事，私底下尬都是蓝白合啊。只是说我现在比如说蒋万安这个事情，他本来蒋万安为什么不给他们那些？他本来一开始都很 open 啊，你看成立这个小组，成立那个小组都 OK 的，是不是？朱立伦又来了说，我们台北市也要蓝白合，然后所以他就把资料关起来了。那因为所知以后会对柯文哲不利。对啊，所知以后，所以我表示对白银的算是尊重白银对白银的善意，是这个意思吗？对，然后我所知之后，我对白银有利啊，我就把这个我算是对你释出善意，那你就不要推一个人来跟我尬这个台北。然后呢，而且我所知之后，我绿营的人我就不能够造势，其实这是一箭双雕。那你以前我觉得这个中间可能是有人交代过，否则以前蒋万安就傻傻的成立小组，什么小组的案子我都给你啊，那是一个正常的蒋万安。突然蒋万安谨慎了，那表示说
就是我刚才讲的，蓝白合的势力已经开始在涌动了，包括台北市的所资都会扯到外面。我觉得应该就是因为大法官释宪了啦，说司法侦办中的案件不能够随便提供资料，像我们立法院如果要成立调查小组，如果有那个案件进入司法程序，我们也不能跟他调资料。OK。金华城专案小组的时候，司法有没有在侦办？司法对，所以啊，这样就违宪了，这就违宪了。OK。可是因为媒体报道了很多的一些，包括柯文哲主席的一些过程。那在没有看到起诉书以前，大家当然你会有很多一些问号，尤其对于那个过程，你很难想象，将军，譬如市长是拿钱，哇，这个大家就觉得，除非你真的要起诉书起来，看到起诉书，你在里面明白的告诉我，你问了哪一些人，有哪一些的证据，让你能够说服大家这一段，要不然平常讲，市长是拿钱这件事情，你真的是眼镜跌破一地，你也没办法想象。但有人会跟你讲说，中华民国好像也不是没有发生过，那官员有人收贿是在办公室或什么，只是你没有办法想象柯文哲会是这个样，所以你要看起诉书。可是如果真的万一有这样的一些事情的话，那当然有人就拿李朝馨来比，李朝馨是判400多年的，400年，我记得是400年，400年。哦 ，OK， 好，那柯文哲就500年嘛。哦，这我讲李朝馨的状况哦，其实他这个案子审了很久哦，他审到他做完县长。他的下一任又做完县长，他才判。所以当时是因为可能是案子多，对。那为什么会一案一判累成这样？那表示李朝馨在接受审判的时候应该不是那么合作，顽强抵抗，顽强抵抗，那检察官起诉就会重嘛。法官你把法官都惹毛了，法官就给你一案一判，一直累，那这就很可怕。那柯文哲的状况跟李朝馨像不像？我觉得有点雷同，有点雷同。因为柯文哲一直在强调就是我没有拿钱，你没有拿钱不代表你没有收贿，因为不是你拿的，可能是局子收的，他一直在强调说金华城，包含张启凯委员，他说我记得主席跟我讲过，金华城我就没拿钱，你能奈我如何？柯文哲没有拿钱，你有没有受益谁去拿钱？因为为什么？因为大家一直觉得说市长是拿钱会不会太超过了？对啊。市长是拿钱会不会太超过了？对啊，李朝馨这样做的嘛，最后是证明他有这样做嘛。那么当时大家说有谁那么傻，收了钱会寄到 USB 的？柯文哲看来也这样做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基隆市市长就证明了200万，的确，那不是时间嘛？从基隆市市长他证明了那个200是200万以后，大家开始对1500是不是时间还是万？大家开始已经动摇了。OK， 那经过了这一次那个地政事务所把这个资料给了简素培以后，发现这1500万看来真的是万，不是十，那么柯文哲这个金流出现了没有？民众党一直在讲金流，找到金流，金流跟现金不一样。OK， 金流是它流动的程序，我要行贿的人拿出来交给谁？交给心腹，心腹。找到了要行贿的对象之后，交给行贿对象的心腹，然后心腹再把它藏到什么地方去？目前来讲，这个流出来没有？出来了，还不止一条。OK， 这个金流不止一条，1500的出现了。朱雅虎那7个人210万出现了，现在又出现了第3个，就是某个柯文哲10大金主的心腹，在当着柯文哲的面，把这些金钱交给了柯文哲的秘书。OK。那请问这是不是金流？是嘛？所以我说，当人证、当金流的这个时间交付给谁都出现以后，现在只差现金在哪里？那只能说柯文哲很厉害，他的消化系统超强，不管是1500万，还是210万，还是400万，到了柯文哲那边去之后，他立刻就消化掉了。可是你消化的快，并不代表你没有收啊。好，可是这整件事情看起来的话，在未来。上下，那到底民众党也不可一日无主。现在看起来代理主席是要一路往下了吗？那要一路往下这样走，那黄国昌也出来跟你讲，不会，大家不要把陈佩琪也扯进来，他不会要去当代理主席这些。所以这件事情可能要等下礼拜决定吗？其实下礼拜应该不敢决定，因为12月7号要投票，下礼拜还没到12月7号，
这时候谁决定了，谁讲了什么，就是香花和毒草了。所以现在是绝对不能讲的。但是你会看到这个新闻很有趣，因为呢，突然之间就开始，先是讲说柯文哲要不要延长请假，要不要修改制度。就黄国昌今天讲说，民众党是很有制度的党，但是他的制度我们还是没看懂。要不要修改制度，无限期请假？因为现在其实是一个黄河保卫战，怕黄河滚滚而来，那黄就只怕黄国昌。所以现在你看党内里面那种整个的对垒气氛越来越强，然后越来越强之后，突然就放出来陈佩琪代父出征，然后怎么会轮到陈佩琪呢？这意思就是党内有很多人认为，现在国昌就要收割了，然后粉就要变葱了，对不对？草就要变葱了。有些人是不能接受，所以现在其实你要知道是100个党代表正在选举的过程中。那选完之后，其实版图重新确立。那版图重新确立之后，加下来的中央委员，再往后面走，那其实是一个板块重新再对垒的过程。所以其实你说现在所以会有像江河树啊，那会出来讲啊，一直讲啊无限期延期啊或怎么样。然后你看黄国昌也是很有趣的，他先前这么多事情的时候，他反应不见得那么快。但是一讲到陈佩琪，他马上就有反应，所以其实内部里面我们会形容就是法统派和血统派还在激烈对垒。那他这个激烈对垒的时候，那如果我是柯文哲，我相信他是不知道这种情况啦。如果我是他，我知道了，我真的会觉得，哎，头发还是剃一剃好。OK。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刚元之有讲到，就那个包括黄珊珊在最近的几个法案里面，似乎跟蓝营之间的看法都不太一样，对不对？元之，翁小玲的那个就是无4块条款那个，媒体报道你有签了没？我他第2个签，你要不要自己签掉？为什么要连？因为这件事情被讨论很多嘛，对不对？昨天晚上，因为其实刚才都还没有送出去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记者知道就开始报。那钟小玲有找我连呐，因为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那个条款是内容。那个内容好像就是说，那个我跟你讲，这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啦。我忘讲他那天找我怎么讲的，他就讲说呢，就是有一些人到，比如说到对岸去嘛，然后可能就是可能就是可能表达一下礼貌啊，就是听国歌的时候站起来一下，就被取消终身俸，这个已经是违反宪法保障的人的表意自由的侵权的啦。他说。那他其实本来他不是要找我联署，他是要找陈永康联署。但是因为我那个议场，我是坐在陈永康的旁边，然后陈永康签完以后，他就说那你签一下，那我听起来好像也没有听到什么问题，我就签了。然后后来我不知道说原来只有5个人签呐，只有5个人连呐，然后这个事情就被传出来，然后昨天还有人撤签，但这个大家已经不用紧张了，好不好？因为他这个案子应该不会成案的，所以也没有什么撤签不撤签。你要不要撤签？不用撤签的，因为这个已经不成案的。他说他会继续提哦。翁小玲说他没有放弃这件事，但是没有人要连的啦，就是没有人不成案是2回事。对啊，撤签是你的态度，不成案是另外一件事哦。你的态度。如果他再讲我会好好研究一下他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其实有时候联署只是他那时候当陈永康很签的。没有，我要强调一下哦，其实这一点哦，有很多退将，还有很多高阶的公务员误会了这一点。因为当时这一点应该是在小英当总统的第2年，还是第2届过关的，所以当时很多退将说，把我们军人人权践踏，我们为什么不能去中国？没有说不能去哦，可以去。退将、高阶公务员，只要你过了保密条款，你都可以去，不是不能去，可以去，但是去了不能做什么事？第一个，不能参加党政军的活动，更不能对党政军的政权旗帜、徽章、歌曲等等行礼貌敬礼的行为。各位，这有很过分吗？这一点都不过分呢。为什么要这么讲？尤其是退将，这个是因为当时大家讲大家用的名字叫54块条款，因为在人民大会堂里面听到了他们演奏相关的义勇军进行曲，然后没有回避，没有回避，所以定了这个。各位，这一点都不离谱，一点都不过分，这也没有违反人权。为什么？高阶公务员还有国军的将领，你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敌人不是假想敌哦，就解放军啊。那你退伍了以后，你到对岸去参加他党政军的活动，对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致敬、行礼，这不叫礼貌我告诉大家。对于你还在军中服役的这些学弟学妹还有士兵们，
他会错乱。长官以前告诉我们的假想敌就是解放军，敌军一股在金门什么地方登陆，我们以什么样的火炮摧毁它？各位，这种假想敌被你摧毁了，为什么？长官退伍了，3颗星的、2颗星的、1颗星的，去跟解放军的党政军致敬敬礼。各位，这仗怎么打嘛？我们不希望打仗，可是当你的作战意识被你的这些行为给软化的时候，各位，国家安全何在？况且我们这一群人将领，你是吃国家安全饭的。如果没有国家安全的威胁，我们不需要这么多将军。所以你的反共立场，你的国家意识要比任何人都浓。所以不要规范你都不该做。我讲哈，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一个退将，今年已经快90岁了，少将而已，他跟着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国参访团到中国去，他们要去哪里？去天安门，去跟毛泽东的这个灵柩啊要致敬。他进去之后，他就站在那个灵柩旁边，他就不走哦，他干什么？看谁敬礼，看谁跟毛泽东鞠躬，看谁跟毛泽东鞠躬，他就把它记起来，回到饭店，在饭店大厅上面痛标，他是个少将退伍，80几岁，个老退将，有中将，有上将，他就直接指他鼻子，他说：“你对得起老校长吗？你给我道歉，你给我道歉！”在大厅上对着他骂，当时他你不要这样，这也是老共的地盘呢，你这样讲了，到时候我们都回不去了，也不能做这种事。后来他就被遣送回来了，他真的被遣送回来，一个老退将。我当时听了，这才叫风范。因为什么？老毛子跟老蒋是对打的，我们是蒋中正的学生，你怎么去跟他的死对头去行礼呢？他说没有了，这个行礼如仪，入到人家的贵宝地，入境随俗嘛。我们这个是什么？中国人是礼仪之邦嘛。我们谁跟你礼仪之邦？你跟土匪行礼，就在当场在大厅上就骂起来了。我要告诉大家，这不叫做食古不化，这叫做择善固执。对的事就要做嘛。所以这件事情还要人强迫吗？还要人立法吗？根本就该去做。这样听完，我是可以撤了，但是因为这已经没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撤起。OK， 可是对，因为这件事情会引起这样，就是因为那过程当中这一个，当然你会关心到，包括将军刚提到国家安全跟这些是不是有关系，所以翁小玲委员最近提了几个，一个就是他要提案这一部分嘛，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宪法诉讼法那一部分。因为宪法诉讼法，一般观众可能不是这么了解，可是宪法诉讼法它可能会影响到的是以后所有的案子，假设要送大法官释宪的时候，那个就是最终局的一个决定的一个地方。对，所以这些都会有影响。那这个案子呢？现在汪小玲是要从严，而且他根本就是要限缩整个宪法法庭大法官对宪法释宪这一部分的权限。所以当然他要增加这一部分的难度。那当然，像黄珊珊，他是非常理智，而且他黄珊珊本身台大法律毕业，他也执业30年的律师，所以黄珊珊在这一部分法学，人家他自己有他精辟的观点，所以黄珊珊的很多看法，刚好正好可以来对照说翁小玲是如何的蛮憨。委员等一下，翁小玲还记得吗？他是德国慕尼黑大学吗？反正是法学博士。黄国昌总召，他是康奈尔的法学博士。他们俩那时候不是一直就告诉你说他们是法学博士，他们当然有他们这些渊源。珊珊当然你说像黄珊，你说职业律师，他本身又是法学素养，那他有他的一些看法。是，可是他们两位就是他是法学博士，他递的这个，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你们谁跟我比这样的一些法学素养？所以我提的案子当然 OK 啊，他一定会这样讲啊。那谢律师。那这样在各行各业，在化学领域当中，那诺贝尔化学讲得出来讲的话，化学界的人都不能有其他意义了吗？没有这样子的事那叫做专业的傲慢。更何况大法官当中，那个博士法学博士的比比皆是嘛。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翁小玲那种傲慢自古以来做文人不但自我相轻，而且是这种自我这种傲慢。所以
我是觉得这个翁小云那种傲慢哦，自古以来做文人不但自我相轻，而且是这种自我这种傲慢，这是不对的。因为这件事是可以探讨的。那黄珊珊不止在这一件事情，在这个宪法诉讼这个部分不同的看法。包括他在这个财划法里面，他本来他就很专业的，他有提出很多他的见解，他也写出一个案子。那这个案子跟国民党很多的观点看法截然不同，那金额的差距也颇大的。国民党的那个版本大概要从中央拿走5700亿，黄珊珊这个版本只要2700亿，这算是说比较公道的比较长治久安的一个方法，所以我觉得民众党里面现在很清楚了，大概非常理性的是黄珊珊，但是多数的立委都被黄国昌绑架了，因为形势比人强嘛，毕竟黄珊珊暂时被停权，加上黄国昌太外显了，太会表现他自己，而且黄国昌几乎只要一有机会，他都假传圣旨。比方说黄珊珊好不容易提出人家他对宪法这个诉讼这一个的看法的时候，马上黄国昌在他们内部就打脸他。马上就说，这个没有个别的问题，他的意思是说，到时候投票还是要团进团出。可是这很清楚，这个柯文哲早在今年的5月就已经告诫、提醒，也鼓励他们民众党8席立委说，你们要独立思考，你们不用团进团出了。意思就是说，你们的这个每一项的投票可以根据你们本身的判断去做决定。所以就我讲的。柯文哲可能就是用托梦的方式跟黄国昌讲吗？要不然在羁押禁见中，柯文哲什么时候改变了他这个想法？黄国昌一直说不清楚。那个财划法我讲一下，我们还是觉得黄珊珊那一天忽然发脸书要骂我们蛮奇怪，因为应该是事先有沟通过，说那一天我们先送一个版本出去，而且不是通过我们的版本哦。是保留，它每一条都保留。保留是什么意思？保留就是说，等到冷冻期之后送协商嘛，大家把自己的版本拿出来，就一起来讨论。所以实际上黄珊珊版本，它也是后来也是并案去讨论啊，就并不是通过国民党版本。那当然国民党自己也会去修正，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先送出去版本是大概4月那时候是确实是跟坚哥讲会增加地方可以增加5771亿，可是后来也有要把它调整成3208亿。那无论如何就是都可以讨论。可是你如果不先送一个版本出去的话，按照民进党的角度，他就是要挡嘛，每天给你冗长发言呐、程序发言呐，不然就散会动议呀，弄一弄，这2-3年根本就不可能通过财划法，所以这个是一个权宜之计。其实民众党应该也知道，所以他忽然那天发文说，国民党怎么会3分钟就送出去？我们也是觉得蛮奇怪。那宪法诉讼法，我觉得这个就大家也可以讨论，因为大法官自己都认为说，比如在死刑的诉讼宣判的时候，他要求说各级法官每一个都认为说当事人该死才应该死。他那个时候要求100%的法官好，可是问题是，今天大法官在做出宪法判决的时候，比如说现在是15个大法官嘛，好，那因为现在有7个没到嘛，没补齐嘛，剩8个，8个假设2个在那个利益回避，6个里面过半数，3个法官就可以决定一个法律的违宪，那这个不就是影响到我们宪法的稳定性？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翁小玲讲的东西也是有道理的啊，他不是说什么好像这样子做的话就是。不是要瘫痪掉那个大法官事情？没有，那就请总统赶快提到，就是你赶快来沟通嘛，大法官赶快让他过嘛。现在是民进党感觉上好像你在也一直在挡人事，一直在挡大法官。他们觉得提了你们也会挡啊，就提了去他连沟通都没有沟通啊，排进议程啊，是谁在挡？没有啊，他们连来沟通都没有沟通啊，然后就说你们在挡，你们在挡，然后这样子。OK， 人家怎么样？简单补一下就真的是在挡嘛就是说我不太理解，就是说为什么民众党的人不能表达对国民党提出的任何的一个版本他的意见的不同嘛？他党内各自要去沟通是他党内的问题，那国民党怎么可以说我今天你黄珊或任何一个人只要提出来不满我的版本就不 OK， 我不懂这个论述第二个程序啦，不是版本。他刚刚元之提的那个死刑的那件事情呢，我认为我赞成，为什么？因为死刑要慎重，剥夺生命权是所有最严重的处罚，所以你当然要这个东西不要有任何大质疑的空间。翁小玲今天的那个争议不是元之讲的那么轻描淡写。
他把原先我们要做这个宪法法庭或什么的，他原先现在的名称叫做由这个叫做现有原额，他要把它改为叫做法定的总额，就是法定总额意思说我大法官15个，那我要2/3出席，2/3就代表我要10个人我才可以行使这个权利。现在争议其实来自于是因为我如果立法院不行使大法官的同意权，现在大法官几个？8个。永远别玩了，就你这个改下来之后，它会变成实质上，你当然可以有讲说你不来沟通啊，所以我为什么要给你过？因为摆明的就是你要来沟通啊，不然因为过不过的决定权在你嘛。现在外界其实那一些律师或什么，他今天质疑的其实是，因为你过不过是在于你在野党自己人数的多数的时候，你可以有这个权利，你可以有各种借口，但你最后就是我不行使同意权。可是当你消极的不行使同意权的时候，会影响到了大法官事件，难道只搞政治案件吗？也不是吧。宪法法庭要搞的东西其实很多，只是因为我们后来因为国会那个蓝白的所谓的国会改革，大家才看到哦，原来我们宪法法庭在搞成这样。那你如果今天把它改成叫做总额制的时候，你只要一不行使同意权，你大法官那一块完完全就不用行使了。人家现在是质疑这一点。OK， 你今天去把它死刑，我当然赞成要严格啊。不然我们为什么要讨论那么多什么死刑废死不废死的 ？OK， 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这几个案子显然都会影响到所有在未来，不管是朝野的攻防，胜或国计民生之间，那从人事案以这样，大概是不是都会跟这个环环相扣？那未来怎么样？那我们大家要仔细的看未来的发展。那当然还有非常多，包括川普上任以后，未来会怎么样呢？那所有的来看的话，那对全球最有影响的肯定是川普当选。那当选了以后，川普要就任，所以泽连斯基是不是也踹一弹？因为小川普已经说了，那个你的津贴还剩下38天，那未来俄乌战争怎么打？那对我们来讲，我们更在乎的就是那未来两岸之间会是什么样一个情形呢？对我们川普上任以后会不会更有利一点，还是怎么样？保护费又是怎么样？可是川讲，那川普呢？川普现在看起来的话，他上任，他中间讲过的很多话，大家都听在耳朵里面啊。那未来到底怎么样？有人说他会不会复刻所谓的1971年的尼克森总统？这什么意思？其实基本上先讲的是说，不是川普未来上任，他法律上应该是明年1月底。他现在已经上任了。什么叫他已经上任了？他已经上任了。他今天公布了那个国防部长人选了，也公布了 CIA 人选嘛，也公布了伊隆马斯克嘛，对不对？你要看到他自己贴出来的是弗朗 President 川普，我是总统，我公布，这是他。我觉得看到他这个时候，我特别注意，就是他已经以总统之姿是总统发布命令了，签署命令了，川普已经在当总统了。而当总统里面，其实呢，你会看到川普这些人事布局里面啊，他的特色很清楚。他是非常强烈的，包含可能的卢比欧，可能的将来的那个国安顾问，加上今天的国防部长，加上 CIA， 都是叫做抗中特遣队，这个全部抗中立场非常鲜明。而这鲜明里面呢，现在这个国防部长呢，他呢，2003年他以前是普林斯顿的哦，在华尔街是当金融的，可是呢，2003年就参加国民兵，然后去过古巴的那个关达摩港那个地方，然后也去过阿富汗，去过伊拉克，但是后来到了校级军官就不干了。那不干之后，他其实有接受很多，因为他常常的就开始评论这军事，评论政治。他一出来之后就成为退伍军人协会的顾问，然后现在是一个执行董事。他是什么？非常在乎的是美军衰弱了。跟川普的逻辑是一样的哦。所以川普特别讲说他是美国优先的支持者。美军呢，现在只有120万人。是15年来最少的，然后所有资料出来里面，中国的2025的海军数量就会压过美军，空军是美国最弱的，美军要从哪打？但是那些机构有问题，这就符合川普，他只要处理五角大厦那些建制派，所以他是川普用了一个反建制派。那至于呢 CIA 呢，不要看他以前在川普的任内的最后几个月是做的。就是国家情报总监，可是国家情报总监理论上就像我们的以前的古时候的经建会主委一样，各部会在下面，但是他并没有直接管出来。而 CIA 就不一样了，而且 CIA 1947年成立，做什么用？冷战，专门针对对美国的敌对国家收集资讯，进行各种动作，所以又把这样的一个这么强悍的人放到 CIA。那你从这整个逻辑来看的话，这1个礼拜川普没受访。但是人事其实这样一路出来，包含是内部里面
就要开始叫马斯克，因为他做这个军队要强大。川普直接讲说美军再度伟大。川普直接讲说美军再度伟大。那军费要增加很多啊。那军费增加很多，那美国呢？内部里面怎么办呢？川普不是要企业要降税，然后小费要免税，什么要免税？所以川普就会来一个逻辑：吸外国人的血，软美国人的心，关税。所以每个国家都踹来弹，都是10%。那10%关税，然后国内呢就降税，所以马斯克过来政府效率委员会，然后里面的浪费的支出把它给取消，然后让整个让美国人呢，但是你怎么去创造美国？第一个逼你了。到美国去生产，让美国成为一个生产。第二个呢，降税之后，那我国家的收入怎么办呢？国外人出钱。对啊，所以保护费，大家都摊保护费，对不对？10%关税嘛。但是10%关税，川普不是莫名其妙讲的，因为很多人就看到了，1971年，当时的尼克森就做同样的事情。尼克森那个后来就变成全世界称为叫做尼克森冲击，那真的改变了全世界。为什么呢？你要回到当时的情境，跟川普现在看到的时候，当时美国人也觉得美国不再伟大，越战焦灼，日本兴起，然后日本的经济不断的往前，美国人其实那时候也很闷，那很闷的时候就觉得美国衰弱了，那美国衰弱了，然后开始国债中也起来。但是呢，那时候美国人也发现说他们有一些优势，阿波罗计划执行了，美国有些领先的科技了，美国是觉得我还有一些强项，那怎么样让美国就这个东西冲天而起，然后把其他国家打下来？突然呢，1971年的尼克森总统找到了1917年一个敌对国法案，因为当时是美军参加美国后来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敌对国都是可以征，敌对国家那定义比较宽松。征10%关税，就尼克森就通通拿出来，那通通拿出来就对付各国。然后当时其实美国还是最主要的世界的消费市场，所以呢，尼克森不跟你玩多边对谈，多边对谈你们几个合起来就打群架啦，都跟你单边，都跟你单边是什么意思？我跟越人之谈，我就比你壮，我就比你多20公斤，你就不敢怎么样。我在跟于将军谈，我还是比你快，我还是比你高，所以他就这样子一一压制各国。那你现在川普现在也就是，所以呢，川普呢为什么他上次一上任的时候就不会马上就把日本的原来的那个什么太平洋什么什么就可以打消单边座谈，他一一来塔，所以川普的一切逻辑现在看得很清楚，而且他这一次呢用了这些人，大家看清楚了，川普还要让川普精神长相左右，他这次所任命的所有人，大家去看了，50岁、40几岁，OK， 川普78岁，就是代表着川普只能做一任。但是这一任之后，未来20年，这些人会把川普人整个带过去。那当年的时候，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其实有一个人看懂了尼克森，就是安倍晋三，所以就是安倍晋三是第一个，马上在川普没当选的时候跑到他家里去，然后马上请购100多架 F-35，然后当时说大哥，武器我的军购已经准备好了，你就好好的缴纳。OK， 所以我们台湾现在突然出现5000亿，我觉得。那是赖清德有从安倍晋三那边学到什么？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对光美国自己，明凤，因为媒体不是讲像哈佛还要停课，对，放假让大家去疗伤嘛，不是？因为然后包括纽约、包括华盛顿要发起反川普的游行，很多这些美国内部真的都能够因此能够安定下来，大家能够不再有一些的纷扰，然后接下来像刚刚创下讲的，川普开始大展手脚了吗？其实没有，其实川普的重点虽然说我是要对外收征关税，然后来让美国人有就业机会，可是美国人却怕得要死。除了哈佛那一群人之外，最近有一个美国邮轮公司竟然推出一个4年环游世界，刚好就是4年，就是川普的任期呀。然后他这个叫快转方案，它可以跨越7大洲，造访140个国家，就是你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就是除了家之外，不要回家，就在外面晃。对，除了自己的家之外，你就可以去哪里。然后你虽然不能取得公
公民的其他国家的公民权，但是你至少可以远离美国的城市跟政治的纷扰，这种逃避现实的那个邮轮这样子的一个旅程啊，哈，那这样个人单人房要花830万新台币，然后双人房是要1000多万的新台币，晚上早午餐你放心好了，免费的啤酒跟葡萄酒都有。然后船上也有健身跟水疗设施，所以你不用下船，你都可以在船上过4年。然后不过他们也有分年期啊，因为这个2026可以下船一次，有2026是只能下船一次哦。其中选举没有啊，就是说他们有一个1年期、2年期、3年期的了哈。那如果真的受不了，那最重要的是2年期。然后他虽然不敢一直推销2年期，但是他就是把2年期很凸显。2年期有什么呢？就是2026嘛，就是期中选举啊，因为这是川普要面临的是他国会都双赢啊，没错，所以那你2026还可以下船去投票，对，偶尔回家一趟，然后再上船这样子，所以美国也是蛮有趣的啦。那不过现在就是最紧张还是这个所谓川普2.0的关税将至了啦。不过《纽约时报》的评论是觉得说，因为他可能会比第一任的时候对中国好一点，因为他从第一任说开始对付中国，所以中国到拜登也一直在对付中国，所以中国逐渐已经下降对于美国的依存度，所以看起来这个中国虽然准备了10兆人民币要应付，但是看起来会比第一任那么第一次冲击要好多了哈。所以说这个纽约时报是这样说。那但是呢，这个除了中国之外呢，在亚太地区也很多人戳蛋，就是包括我们台湾啊，然后还有韩国，还有越南，然后尤其是因为这个是高盛的这个所属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除了北京之外，韩国、台湾、越南，那为什么要强调高盛？因为川普的第一任财长就是高盛出来的，所以那他这一次也说，他的财长也是要从华尔街地区这个挑选，所以高盛出来的人对于这个川普的影响力有很大。不过《纽约时报》的评论是觉得说，因为他可能会比第一任的时候对中国好一点，因为他从第一任说开始对付中国，所以中国到拜登也一直在对付中国，所以中国逐渐已经下降对于美国的依存度，所以看起来这个中国虽然准备了10兆人民币要应付，但是看起来会比第一任那么第一次冲击要好多了哈。所以说这个纽约时报是这样说。那但是呢，这个除了中国之外呢，在亚太地区也很多人戳蛋，就是包括我们台湾啊，然后还有韩国，还有越南，然后尤其是因为这个是高盛的这个所属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除了北京之外，韩国、台湾、越南，那为什么要强调高盛？因为川普的第一任财长就是高盛出来的，所以那他这一次也说，他的财长也是要从华尔街地区这个挑选，所以高盛出来的人对于这个川普的影响力有很大，所以这个高盛一直点台湾的名字的时候，台湾就非常的紧张，尤其是台湾有个台积电，这样一直都被点，所以台积电你看现在股票已经跌2天了，大家讲说，觉得刚当选的时候没有跌那么快，美国的股市也在上升，为什么这2天一直跌？那问题是说，未来台积电会怎么样？大家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变数，外资就会觉得这个。可是比较惨的是韩国，因为韩国还有这个所谓美军的驻扎的费用，因为他要跟他要保护费嘛。可是我们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现在新任命的人都很奇怪，譬如说这个是新闻主播，就突然做了国防部长，对，他就是，然后那个没有什么经验，然后有一个国安顾问也做5-6年的参议员就可以做国安顾问，这太可怕了。然后更可怕，他的贸易大使是一个叫莱特希泽的人，这个人是什么？
这个就是刚才创校讲那个，让跟日本在谈这个钢铁什么进口，让日本的经济萧条开始的。然后还有我们以前对301贸易的时候，他都是在参与其中的人。那这个人长大了，他要变成贸易大使了，所以我们台湾还是会有点，还是受到很大可能会受到影响。OK， 来任俊，最后可不可以讲像东北亚的情况呢？那日本好，那包括日本跟美国之间，最近你看到俄罗斯跟北韩合作的动作越来越频繁，不只是实际派兵，北韩派兵到俄罗斯，所有相关的这些，所以在未来东北亚的局势呢？现在看起来，美国确实它让日本在这个亚洲地区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包含到现在讲说这个F-35B在所谓的加贺号上面那这个进行这个所谓的战机起飞程序那当然因为对日本来讲没有实质性的航空母舰但是因为它的直升机航母的部分，那现在把这个因为它其实是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如果你今天是一般的这个直升机起降的时候，我的甲板的硬度这些东西，事实上跟战斗机因为承受的那个包含它的向量喷嘴下来之后，它整个的那个压力其实会不同，所以看起来它其实已经让它变成叫做实质改装了那另外当然包含到美国，事实上在这一段时间，它的海军的部分因为他们其实一直在不断测试一种东西叫做无人航舰航空任务的一个控制系统。那这个控制系统呢，现在实质上让它的美国海军去成功远端操作，就在舰载的平台上面去超过所谓的 MQ-20的这个所谓的无人机。那美方其实大家过去看到比较多无人机操作，事实上它空军那美国空军要改成无人机操作的时候，那时候一开始对他实体飞行员来讲，很多人是抗议的。那飞机就是要真的要飞跟我玩什么电动一样。但现在看起来，美国海军也试图在这里面做一个操作那你说像美国其实它比较特别，就是说最近大家这些在讲说，它美国的超级大黄蜂带了那个空射的标6飞弹那这个标6飞弹事实上是他海军本来在使用的那这不是第一次被拍到了老实讲，这不是第一次被拍到。他们之前事实上如果看这个照片，你就可以看得到事实上他们之前的这个超级大黄蜂呢，就被人家发现到他带的飞弹长得很不一样。那我放大给各位看当时被拍到的时候是长成这个样子。但比较特别的是，这个是一个标6飞弹，但是因为它这边有蓝丝带，这是那个时候被认为说这是一个训练用弹。是一个训练用弹，但是那个时候就有质疑讲说，是不是在就是在环太军演的时候，事实上呢，他们就会让它正式亮相。所以呢，现在说这个美方把这个所谓的空射标6正式搭载在大黄蜂上面，那我就觉得大家一定会讲说标6其实5下面瓦厉害我跟你讲，因为它现在预估，因为如果是标准6型的飞弹它的射程是240公里。但是空射型，按照现在数据来说它几乎可以它的那个射程达到463公里。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它可以透过 F-35事实上远端去监控它。那超级大黄蜂也可以在安全距离的地方去发射。意思是你雷达扫到我之前，我飞弹就打出去了。然后我透过其他远端的这个空中的帮忙去这个搜寻目标的方式，我基本上我发射完，我可以全身而退。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很多的这个军力上面的调整一般认为说是不是因为包含到北韩的这些军力的状况的一些改变，包含到南韩讲说北韩在最近不是要一天到晚搞那个什么火星19型那个，他怀疑说是不是俄罗斯你今天把你的这个所谓的技术给了这个金正恩，否则北韩怎么有办法突飞猛进但我其实觉得对美国来讲，就是说整个亚太的局势他当然最不希望就是中国大陆、北韩跟俄罗斯三边连成一气OK， 现在看起来的话，那全球的局势。似乎是绕着川普在转 ，OK？ 那川普对他本来应该知道明年1月，如果照上下讲，他等于是已经登基了 ，OK？ 他已经在做总统了。那未来国际局势到底会怎么样？尤其两岸之间会有什么样一些的变化吗？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谢谢我们那边，我们明天见，拜拜。